我攻略校花沈淑仪2年，被惨拒16次，不仅名声被毁，成了全校的笑话，还险些送命。最后一次人工造语浪漫表白，他居高临下不屑地看着我：“周宇白，别做梦了，我就算死也不会答应和你在一起。”当晚，我喝得烂醉，换出系统，我认命了，来惩罚我，扣除50年寿命，总比被抹杀好。谁知下一秒，系统开启提示：检测宿主怒气值叠满，已自动为宿主更换目标。下一秒，沈淑仪的室友害羞地牵住我的袖子。我坐在兰博基尼的座椅上，叹了口气。手机屏幕折射出帅气的脸，如此优越硬朗的五官，为什么沈淑仪偏偏那么讨厌我呢？我经常健身，加上控制饮食，妥妥男模身材。手机在口袋里不停震动，我拿出来解锁。这个男的我知道，脑子有点轴，是个富二代，花了几十万找人布置表白现场，结果被那女的拿着鲜花抽脸上了。人生赢家啊！爸爸是企业老总，妈妈是富婆，自己不好好当个人，非要当舔狗。听说这是他表白的第16次了，真离谱，真神经。谁又把刚才我跟沈淑仪表白场面发到了网上？点开评论按钮，1000多条全是笑话调侃我的。更让我崩溃的是朋友发过来的一张照片，沈淑仪和另外一个男生牵手，两人并肩过斑马线，他笑得开心。而那个男生我认得，宋简，救过他命的竹马。1年前，宋简生了重病，眼看就要嘎掉，是我叫了专机把他送去国外治疗。本来他要死了，我是该偷着乐的。可沈淑仪哭得太伤心了，满脸梨花带雨，眼神空洞。宋简，是你把我从水里救起来，你说过要我好好活着报答你，你不准留我一个人。从他被推进重症室，沈淑仪在外守了3天3夜，精神恍惚。我真怕他也跟着去了，毕竟他要是死了，我没得攻略，也要被系统抹杀。而且就算沈淑仪扛住了，没有殉情，宋简作为死了的白月光，那杀伤力蹭蹭上涨99%，变相增加我攻略的难度。于是我大手一挥，安排。可惜在这件事上，他不仅没感谢我，反而更冷漠。救他是你自己的决定，如果你想要以此要挟我做什么，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毕竟系统攻略的评判标准要他走心。于是公平的和宋简竞争，我这个天降富公子凭什么赢不了竹马？直到看见照片上他们2人交握的手，灿烂的笑，我心底铺天盖地的情绪翻滚，做了决定，别发了兄弟，翻篇了，我宁愿死都不会再舔他。他很快回复，说得很好，我就当没看见。狗头，我找了个酒吧坐下，越喝越气，越气越喝，最后脑海里浮现出沈淑仪的样子。她那柔软诱人的嘴唇，清冷的面庞，窈窕的身段，凹凸毕现，夺人心目。天知道，我第一次见她，心跳得有多快。她越是冷脸，我越爱往上贴。我多么庆幸攻略目标上是她的名字。可惜，随即我晕乎乎地换出系统，将我这段时间以来所受的委屈、暴击伤害，通通说给她听。最后威胁她，我完不成任务，你恐怕也不会好过吧？扣你的绩效，还是回炉重造？反正我是无所谓。不就是扣50年寿命吗？我又不是没有。谁知在我栽倒在沙发上的前一秒，我听到了系统发出提示：检测宿主怒气值叠满，已自动为宿主更换目标。第二天，我在豪华的车库地板上醒来，老管家贴心的守护在我身边。少爷，老板说你太丢人，暂时不允许您进家门。我起来揉了揉胀痛的太阳穴，习惯性的开口：今天沈淑仪有什么动静？准备的早饭吃了吗？吃的多吗？天气预报今天有雨且降温了，要是他外出，专车安排好。对了，车上的暖气开高些。他的课表发我，安排几次不经意的偶遇，马上安排造型师来见我。他最近在追剧，按剧中男主的发型弄。老管家干咳一声，唯唯诺诺：抱歉，少爷，今天恐怕不行。老板已经停了您所有的副卡，他说如果您再去舔沈小姐，就让您拿着户口本去改姓。我惊了，不是，你没给老头子说，我要是娶不到沈淑仪就会死吗？难道他想白发人送黑发人？管家僵硬道：说了，他说你整天爱来爱去，没钱2天就老实了。我头顿时大了起来，攻略失败可是50年寿命啊！更可怕的是，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50年。不行，我还有那么多钱没花完。当我换出系统找他想办法时，却突然发现攻略目标的名字竟然变了，乐瑶，沈淑仪的室友。这时系统开始小声嘀咕起来：宿主，你酒醒了，由于你昨天骂得太狠，检测到怒气值叠满，所以激发了唯一一次更换目标的机会。乐瑶人美心善，单纯可爱，且具有极高的商业天赋，未来妥妥女总裁一名。宿主，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请好好把握，再次失败你将被系统抹杀。另，请不要投诉我。好家伙，换个目标，居然还把我惩罚升级了。但只要不是沈淑仪就好，我总算解脱了。都换攻略目标了，谁还去追她啊？
我开始回忆有关乐瑶的一切，的确也见过那么几次，毕竟他和我一个大学，还和沈淑仪在同一个寝室。开学期间，关于他和沈淑仪谁是校花的话题争议很大，一个清冷疏离黑长直，另一个是可爱清纯高马尾。但我为了博得好感度，花钱给沈淑仪刷了人气，校花之名才落到了他头上。没想到他一脸不悦，在公开场合表态，我沈淑仪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全是他自作多情搞出来的事。而乐瑶从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脸上从来都是一副淡然的表情，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在意。曾有一次，我在宿舍楼下等沈淑仪，乐瑶从楼上小跑下来，双手提着一篮子饭菜，那些全是我聘请名厨烹饪，完全按照沈淑仪口味定制的佳肴。当时我还有些火大的质问乐瑶，为什么饭菜在她手里？她脸涨得通红，结巴巴道：“淑仪她说今天不回宿舍，叫我把这些饭菜扔了，但这样做有些浪费，可以吃吗？不行的话，我可以拿去喂流浪小猫吗？”我心思完全不在这身上，脑海里想的全是沈淑仪跑哪里去了，随口敷衍了她几句，只记得转身离开时，她小声说了句谢谢，因为她声音很好听，软糯却不黏腻，有种沁人心脾的舒服。第二次是在演唱会上，当红歌星来我们城市开演唱会，当然是沈淑仪最喜欢的偶像，她扭捏不愿意收下我送的演唱会门票，最后答应的条件是让我把他们一个寝室的姐们都带上，只要钱能解决的都不算什么事。音乐震耳欲聋，雀跃的欢呼声萦绕耳边，在一曲温柔的情歌旋律里，我不动声色地握住了沈淑仪的手，她没有拒绝，我暗爽。直到音乐结束，灯光亮起的前一刻，乐瑶软的声音响起：“你好，你的手太热了，可以松开一下吗？”我表情一僵，沉默片刻，尴尬地松开了手。黑暗中，我搞了个乌龙。而演唱会的那晚，是我第15次告白，我还花钱找关系，让歌星邀请我上台，准备在他偶像的见证下向他诉说我的爱意。可当歌星叫我名字的时候，沈淑仪已经匆匆离场了。我连忙追出去找他，他反手给了我一耳光，声音无比凉薄：“周宇白，别舔了，能不能别丢脸？你就算上台，我也不会答应和你在一起。”他顿了顿，叹了口气：“我只想好好完成大学的课程，然后顺利毕业。就算你为我做的再多，我也不会为你心动。我和你本就不是一路人。”一瞬间，我感到自己的心像是被冰锥刺穿，但我强忍难过，扯出一个笑脸，讲冷笑话打破尴尬：“嘿嘿，没关系，我能等。就算心碎成2维码，扫出来还是我爱你。”车行驶到学校，老管家不放心地劝我：“少爷，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在沈小姐身上不值得浪费任何感情，哪怕是愤怒的感情。”我咧嘴一笑：“放心，以后不会了。”他怔了一下，随即叹了口气，显然不相信。下车后，我在校门口看到宋简和沈淑仪两人有说有笑。撞见我之后，宋简不动声色地将沈淑仪的手撒开：“周少，早上好。”宋简比我矮一截，估计离1.8米都差点。此时的他大病初愈，脸色还有些发白。“病好了？”他点点头：“是周少您救了我一命，然后回国就抢我女人。”“不算救，我只是帮你垫付医药费，钱是要慢慢还的。”我说完，宋简脸色难看起来：“淑仪，是你替向周少借的钱？”沈淑仪微微皱眉，没有接话，而是不解地看向我：“我平时不说钱，他们就默认自掏腰包了。”“不是他，宋简，在国外签署的协议里就有份借款合同，你难道不认得英文？”他脸刷的一下涨得通红，向沈淑仪求救。我记得那串数字换算过来是169万人民币。沈淑仪开门见山，冷笑质问我：“够了，周宇白，你又想提什么条件？说吧。”我如实回答：“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宋简，你想当老赖？”宋简颤抖了一下：“没有，周少，我会想办法还你的。”沈淑仪终于忍无可忍的将苍白无力的宋简护在身后：“我替他还，请你以后别找他麻烦。”“行，先转10万，我最近手上挺紧的，毕竟因为沈淑仪，我被老爸停了所有副卡，现在手上身无分文。”看着我拿出的收款码，沈淑仪万年不变的表情下闪过一丝迷茫：“给我几天时间，总之我会筹齐给你的。”“切！”我不屑的冷哼一声，摆摆手进了学校。在食堂门口等了半天，终于看到乐瑶的身影。她穿着一件宽大不合身的棉服，瞳孔明亮，低着头走路，时而皱眉，时而轻轻咬着唇，看起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快步走到她面前，笑着打招呼：“乐瑶，吃早饭了吗？”她眨巴了下眼睛，表情呆呆的：“什么？我不知道淑仪在哪里啊？”我挑了一下眉，怎么感觉她有些怕我？我再次调整了一下表情，温柔回应道：“我没问她，我问的是你，
我们一起吃个早饭吧。下一秒，他可怜兮兮望着我，可以说不吗？当然不行。我一只手拽着他往食堂走去。乐瑶身材纤瘦，拉住他的手指根本不要用什么力。不知道一天他吃了什么没营养的东西。我蹙眉看着窗口的早餐，想吃什么？我去排队。他立即回复道：一个馒头，一杯普通豆浆就行了。就这？我以往给沈淑仪准备的早饭都是金丝燕窝粥或者蟹黄汤包里放虫草，偶尔变变口味，澳洲牛肉面、鲜活青线面之类的。沈淑仪一开始表明拒绝，后来面对美食的诱惑，她默认了，不但接受了我送的早餐，甚至还挑起刺来，要么说粥冷了，汤包有腥味。于是我让厨师组换了一页菜单，他又直言说还是汤包好吃。绕来绕去，我到现在都还不明白他究竟喜欢吃什么。问到他只会回答就还好。此刻我和乐瑶一起排队，大手一指，流沙包、烧麦、茶叶蛋、红豆豆浆都来2份。食堂阿姨忙碌着回应刷卡，我拿出银行卡才惊觉想起自己卡被停了，完蛋，要在攻略对象面前出糗了。阿姨，先记账上可以吗？我吩咐人下午来给你送钱。随即食堂大妈投来一个奇怪又带着稍许关怀的目光，然后周围的人也诧异地看着我，气氛变得尴尬，众人都没说话。乐瑶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可爱的卡片，刷了钱，一只手接过早餐，另外一只手拽着我的衣角离开。食堂是要用饭卡的。坐下来之后，他小声嘀咕了一句，想看我的窘迫又不敢看我。我当然知道，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只是很久没来，所以忘记带了。他埋头吃东西，没接我的话。乐瑶吃东西时漂亮的眸子眯着，看起来很享受。我也跟着拿起一个流沙包，入口微凉，不好吃，都冷了。不会啊，明明就很好吃啊。乐瑶又拿起烧麦咬了口，眼角眉梢生出喜意，心里突然一跳，乐瑶怎么还怪可爱的。突然沈淑仪冰冷的话语响起，周雨白，你怎么在这？我抬眸看去，他和宋简恰巧坐在不远的地方。我怔了几秒，目光锁定桌子上那些精美的早餐篮子，这是我花钱请大厨精心选材制作烹饪后由专车火速送到学校给他吃的，包年的钱我都付了。我起身将没打开的早餐篮子全部收走，淡淡道，我花钱买的东西送错地方了，你们也真是，怎么还有脸吃？被呛了一句的沈淑仪脸色瞬间冷了下来，你别闹，宋简身体还在恢复期，需要补充营养。我哦了一声，抬眸看他，你可以自己想办法给他补身子，吃我家的饭几个意思？边上吃早饭的同学也纷纷议论，开始吃瓜。我没听错吧？刚才是周雨白在说话。对，舔狗似乎触底反弹了。姐妹们，机会来了，我愿意突然获得1个亿，并且和周少谈，替身也行。宋简站起身来，面露愧意，周少，抱歉，我不知道是你送给淑仪的早饭。阿简，不用跟他道歉。沈淑仪板着脸起身，看向我，够了，周雨白，别老是跑到我们面前刷存在感，可以吗？我淡淡瞥了他一眼，懒得回应他。乐呵呵将篮子打开，香味全部散发出来。我放在乐瑶面前，语气温柔，乐瑶，快尝尝。乐瑶没敢动筷，眼眸闪动，不知是惊喜还是慌乱。沈淑仪清亮的嗓音中压抑着怒气，提醒我，周雨白，我在跟你讲话。我的注意力一直都在乐瑶身上，试试，还热乎着呢。沈淑仪站在旁边看着我和她，有些茫然。这是第一次我彻彻底底忽视了沈淑仪，不再关心她的情绪和需求，但这似乎激起了她的某种好胜心。周雨白，只要你今年好好在这里给我道歉，我可以考虑原谅你。沈淑仪的话让我听懵了，我为什么要道歉？沉默的乐瑶突然帮我说话，淑仪，你已经无数次拒绝周雨白的表白，那你为什么还要收人家的东西，给他希望呢？乐瑶，沈淑仪不高兴地打断了他，像周雨白这种有钱家的少爷，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尊重人，你难道看不出来他是故意利用你来气我吗？我叹了口气，沈淑仪，我没有利用乐瑶，你太高看自己了，你也不用考虑原谅我，放心，以后我不会再烦你了。沈淑仪的眼眶渐渐发红，下意识转过头，好，你自己说的，如果你再来找我，我只会更看不起你。说完，他拉着宋简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清楚沈淑仪真的生气了，但我隐约觉得在她心里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在乎我的。其实最开始沈淑仪面对我狂烈的追求，差点动过心。那是除夕的夜晚，我没有陪家人，而是选择和留校的沈淑仪一起过。当烟花在寂静的夜空中爆开时，绽放出七彩的魅力，她眼底全是惊喜和开心。第一次主动拉住我的袖子，指着天空，周雨白，你看，好漂亮，气氛都到这了。我想要吻她时，她却再次将我推开拒绝，我还看不到你的真心。我只当自己不够努力，于是卯足了劲追她。我们学校组织去爬山，
阴雨天，沈淑仪一脚踩空，即将从小山坡上滚下去。还好我及时抱住了沈淑仪，将她死死护在自己的怀里，与她一同翻滚。眼冒金星，痛得我龇牙咧嘴。结果我自己右腿摔骨折，住院1个月。她一眼都没有看过我。后来才知道，我和她在同一个医院，她只不过是忙着照顾宋简。我朋友告诉我，她答应和宋简在一起，仅仅是因为宋简手写了一封情书。怎么样，哥几个都想送你去参加最强大脑，这样你就可以扒开恋爱脑吓死他们。1天课程结束，我在等乐瑶出教室，他低头抱着书本跑得很快，一溜烟就不见了。我记得演唱会那次的门票，官方寄到他家里，所以我有他家的地址在和沈淑仪的聊天记录里。于是从老管家身上搜刮了200块现金，他又从公文包里拿出1000塞给我。少爷，这段时间我们就先别见面了，你先住着学校寝室，等老板气消，我再接你回家。花900买了1盒黄樱桃当礼物。如果不是特殊时期，也不至于这么寒酸。乐瑶的家在旧城区，岁月斑斓的白墙上刻画的是年迈的裂痕，建筑很有年代感，附近有近一半的人都搬走了。我轻轻敲门，乐瑶的声音从屋内传出，来了，请稍等一下。门打开，乐瑶怔了怔，周学长，你……她的发丝在黄昏的阳光下随风飘扬，手上还举着一把没来得及清洗的小葱，泥土气味飘散在空中。谢谢你早上帮我说话，我给你买了点水果。我晃了晃手中的袋子，可以进来吗？她犹豫了一下，还是邀请我进了她家。虽然房子外墙有些破旧，但里面被打扫得很干净，归纳收拾得无比整齐。乐瑶，是你同学来了吗？从房间里传来中年女人的声音，空气中有一股浓烈的中药味。我大声回应，是啊，阿姨好。好，你也好，随便坐，不要客气。阿瑶，柜子里要花生，你拿出来招呼一下同学。乐瑶听话的从厨房里拿出一盘炒好的花生。不好意思，我妈她腿脚不好，不方便出来走动，你先坐，我给你倒水。原来她这么着急回来是为了给妈妈做饭。我在外面和她妈妈隔空闲聊着，她妈妈说话很温柔热情，但似乎感冒了，时不时咳嗽几声。攻略肯定要慢慢来，我下定决心先和乐瑶从朋友做起。乐瑶做好饭端进去之后，又急着外出，周学长，谢谢你送的水果，我还有事情，那我就先走了。她唇角勾起笑意，眼里满是真诚。我连忙拉住她问，你要去哪？不是晚饭都没吃吗？她拍了拍口袋里塞满的花生，有花生吃，就吃这个？这玩意能当饭吃？她点点头，着急的看了眼时间，真不和你说了，公交车要到站了。说完，她从楼道里一路小跑出去。乐瑶是真忙啊，能不能停下来谈个恋爱？我这么帅一个大活人处在这里，她是真的没啥反应。这次的主动丝毫没有拉近和乐瑶的距离。等等，她这么着急出门，该不会有男友了吧？我心咯噔一下，立即追着她上了公交车。被人推搡着上车，身后大妈靠过来，紧紧贴着我，打探的眼神从下往上，还带了些不该属于她年纪的羞涩，弄得我浑身不自在。我以身高优势强行挤过拥挤的人群，一把握住了乐瑶上方的扶手。乐瑶，我低声唤她的名字。她戴着白色有线耳机，并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望向窗外的眼眸纯净柔和。我鬼迷心窍的抬手碰了碰她的肩。乐瑶蓦然转头，与我视线交汇的瞬间，公交车司机踩了一脚急刹，帮我拿下助攻。他整个人重心不稳，倒在了我的怀里，一股清甜好闻的香味萦绕在我鼻端。我嗓音莫名有些发紧，提醒他小心。乐瑶的脸刷一下子就红了，谢谢。我急忙往后挪了半步，与他保持距离。两人无言，他取下一只耳机，用眼神询问我。我点点头，接过耳机。公交车窗外是匆匆过往的车辆，是一寸寸褪去的夕阳。除了耳机的音乐，就只剩下心脏跳动的声音。帅是命中注定，纯情是我的本性。跟着乐瑶下了车，他直接拒绝我，抱歉，周学长，我没时间帮你打探淑仪的事情。我直勾勾盯着他的眼眸，我没有想问他的事。那你为什么？乐瑶话说到一半不吭声了，耳根再次红透。今天献的殷勤起了作用，但我担心适得其反，不打算这么快说破。名声在外，有好有坏。以前是舔狗，现在我要搞纯爱。这是我攻略乐瑶的第3个周，跟着他一起在饮料店做兼职，我主要负责暴打柠檬水。什么？工资才1000？你打发叫花子吗？破大方！辛苦工作10多天，大学生兼职就这么点点钱。乐瑶帮我接过钱，拉着我袖子，柔声道：“周学长，不要凶了，老板还多发了200奖金。”我听话的闭上嘴。最近和他关系近了许多，我打工的照片被人抛到网上，外面都传我家里破产，吃不起饭。幸灾乐祸的人一大堆，都夸沈校花有先见之明，成功自救，险些嫁入伪豪门。我懒得解释。
好在我表现很好，早就拉黑了沈淑仪。老管家查实后已经帮我申请提交原谅书。见我沉默不语，乐瑶微微一笑，帮我拍了拍肩头的雪，钱放你口袋里了。外面天气冷，你早点回寝室休息吧。乐瑶，明天晚上7点，学校樱花树下，我等你。他急促地收回手，脸红彤彤的问：什么事？我的心事，想对你说。暧昧掺杂进空气中，丝丝缕缕的向外扩散。脸红的女孩已经先我一步上了公交车。回到寝室，摘掉外套，口袋里掉出1叠钱和1块士力架。我数了一遍又一遍，刚好1500块。傻乐瑶，早饭都不舍得买个鸡蛋，还对我这么大方。我压住情绪，仓促地低下头，拿出手机发信息：兄弟们，该发力了。晚风轻拂，冬雾弥漫，学校的樱花林被浓雪泼作一片素白，上面挂着5颜6色的彩虹灯，脚下是整整齐齐的花瓣铺成的路。空运过来的999朵雪山玫瑰在气球的衬托下格外美丽。浪漫奢华的场景，我和几个朋友布置了一下午。围观打卡的人越来越多，10几名保镖将人隔开，只等今天的女主角到来。战狼兄，哥几个今天提前祝你告白成功，小作文背完了吗？是奇迹还是 Joker 日记？我们拭目以待。我心头掠过阵阵巨浪，是前所未有的紧张。突然，一个女人闯进了表白场景，步步放缓惊喜的站定在玫瑰花前。晦气，沈淑仪怎么来了？不是，你来干嘛？我不耐烦的话刚开口，全场的欢呼起哄声响起。沈淑仪精致的瓜子脸上闪烁着感动的光芒，嘴唇轻轻勾起。周雨白，我没想过你会为了跟我表白去拼命打工赚钱。玫瑰花，我很喜欢你的诚意，我看到了。我眉头一挑，大步走上前去。在一起，在一起，答应他，答应他。全场周围的人接着起哄，有节奏的鼓起掌。乐瑶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人群中，失神般傻乎乎的跟着拍手。我怒了，一把将他从人群提了出来。老子要表白的人是你，你跟着瞎了个什么劲？此话一出，周围忽然陷入了安静。3秒后，他像是终于反应过来了，不知所措的对上了我的目光。乐瑶，我喜欢你，喜欢你眼睛里的光，喜欢你的善良和一切。说完，我俯身在他唇前顿了1秒，看见了他眼里的水雾，脸上泛起的红潮。他没有避开，等于他没有拒绝。我慢慢的吻上了他的红唇，柔软又冰凉的触感。这一瞬间，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只想本能的抱住他。紧些，再紧些。他害羞的扯我的袖子，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牵起他的手穿越人群，一路奔跑过雪地。手机短信不停在响，雨白，我们这还有个蹲在玫瑰花前哭的，怎么办？他让我们给你打电话，说今天会在这里死等你。哥们，回句话，他可是沈淑仪啊，你真不管了？他乖巧的任由我牵着跑，轻微的喘着气。周学长，我跑不动了，夜色四合，小巷子看不到人，还叫学长？我俯身与他鼻尖相处，黑暗中的湿吻无声放纵，喘息声正在蚕食我的理智。过了一会，乐瑶眼眸微微泛红。周雨白，今晚不行，我要回家。好，我送你回去。一路上，我无声的笑着，他频频转头看我，在笑什么？我觉得开心。当你奋不顾身的为一个人的时候，他也在热烈的回应你。尽管我能感受到乐瑶心里的不安和犹豫，但我相信随着时间，我会让他知道我的真心。送到家门口，我亲亲了他的脸，笑着，乐瑶，明天早上我来接你。他唇角一弯，目光不舍，好，我等你。进来喝口热茶吧。我们纷纷转头，乐瑶的妈妈推着轮椅在房间门口。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妈妈，骨瘦如柴，戴着冬帽，脸色苍白。乐瑶，你先回避一下，我和她有话要讲。她妈妈温和的笑着，很慈爱。乐瑶犹豫的看了我一眼，我示意她放心。房间里只有我和她妈妈2人。谢谢你能喜欢我家乐瑶。乐瑶是一个很好的女孩，能遇到她是我的幸运。我摸了摸鼻子，有些心虚，毕竟一开始是为了攻略任务。我知道你。他艰难的想要站起来去够桌上的一本书，我及时扶住了他。站起来，多么简单的东西，即使这样，他额头上都冒出一层冷汗，双唇更加没了血色。照片上的男孩是你，对吧？他妈妈从书里拿出一张照片，是演唱会上我的背影。当时我正慌里慌张地寻找逃走的沈淑仪。我点点头。乐瑶那天她很开心，一整晚听着歌在客厅里蹦蹦跳跳。哎，我好久都没看她那样笑过了。真的，再次谢谢你。他误会了我当时和乐瑶的关系，我没有解释。看着床头柜上密密麻麻的药盒，我皱了皱眉。阿姨，你这是生病了吗？他摆摆手，不愿意说这个话题。阿姨问这个话可能有些唐突了。
你以后会娶乐瑶吗？我没有犹豫，我会。缘分，上天安排的最大。这是我给乐瑶存的钱，只有6.6万，希望到时亲家不要嫌弃。还有这块怀表是乐瑶爸爸的，就当他送你这个女婿的礼物。我心中有些不好的预感，就像他好像已经笃定自己看不到乐瑶嫁给我的那天。阿姨那么相信我吗？我临走前抱了抱乐瑶，她着急去厨房煎药，还不忘带着几分孩子气给我比了个心。老管家终于接我回了家。我爸在书桌前抽着大雪茄，取下老花眼镜。以前的事就不说了，网上那些恶评我都找人删干净了。以后我希望你像个男人一样，把重心放在学习和管理上，不要天天情情爱爱，要死不活的，丢不丢人？好，我不搞了，我直接结婚。认错之后，我终于回到财富自由之身，在100万床垫上美美睡了一觉。天亮，老管家无奈的声音在耳边徐徐响起：“少爷，沈小姐凌晨5点来敲门。”我让人将她请进了1楼的客厅。我现在才想起朋友昨晚给我发的短信。昨晚沈淑仪哭了，换好衣服下楼，她表情讷讷地盯着茶几上的热茶发呆。你有事？她露出一个勉强的笑。你昨天和乐瑶在一起了？我点点头。对，就这事，白期待了。我还以为她是来还钱的。刚有这样的念头，她就从包里拿出一叠钱，崭新的，10万。我说了会筹齐给你。其实沈淑仪不差钱，我这2年送她的珠宝首饰都花了近100万。还有一件事。他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看着我的眼睛，宋简和我求婚了。哦，我顺手抽出5张钞票递给他，红包，祝你们百年好合。周宇白，他绷着的表情终于在这一刻变了，楚楚道：“你以前说那些的话算什么？哪一句？我说过太多承诺和情话了。A4 纸都背了厚厚一叠，可面对乐瑶的时候才发现根本用不上。珍惜你的人根本不用你说那些华丽浮躁的词，一切都在行动里。”他沉默了一会，似乎做了决定。你只要好好说一句，再说一句，我就拒绝宋简。周宇白，你成功了。你昨天利用乐瑶来刺激我，我心里很难受。说着，他走近我，仰头，双手捧起我的脸，目光柔情。我们都不要再折磨彼此了，好吗？我累了，抱抱我。我推开他，看了眼时间，转身问老管家：车准备好了吗？我要去接乐瑶。上车之后，司机开得很慢。少爷，需要现在掉头回去接沈小姐吗？我说不用，以后都不必考虑她了。在外人看来，我追沈淑仪用了2年，轰轰烈烈，肝肠寸断。为什么会突然放弃了呢？大概是每次都要快成功时，宋简就出现了。我从没有成为他心里坚定选择的第一位。他习惯了，在我死皮赖脸的纠缠下，他越骂越狠，越肆无忌惮。车行驶到乐瑶楼下，司机为他打开车门。乐瑶，早上好呀。他有点拘谨地坐上车。周宇白，为什么？怎么了？我察觉到他神色有些严肃，是从未见过的严肃。沈淑仪和我打了电话，她说昨晚在你家。周宇白，我知道你拿我当筹码，赌赢了。我不骂你，因为我和你相处的时间真的觉得开心，只是以后我们不要见面了。说完，他别过头，伸手去找车门的开关。我拉住他的手臂，将口袋里的怀表拿出来。岳母都认我了，你是要把我推出去？他眼睛登时红了。乐瑶，我是认真的，发誓可以，发朋友圈也行。我轻轻将他往怀里一带，温香软玉抱了满怀。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了。乐瑶伸手环住我的腰身，滚烫的热泪滴滴流进我的颈窝。我想起老管家说的话，乐瑶的父亲去得早，本来家境也算不错，后来母亲得了绝症，他本想寻死，为乐瑶留下财产，让其安稳度过余生。乐瑶发现后，以性命威胁他母亲，这才开始了漫长的治疗。尽管概率极低，尽管快耗光存款，他一边勤工俭学，一边联系外国各地的医院，都是拒绝的回信。难怪以前看见他时总是神色疲惫，总是很忙。不过现在他有我了。2个月之后的毕业晚宴上，我收到了宋简还我的169万欠款。他在我面前得意地搂着沈淑仪的腰，再也没了之前那副唯唯诺诺的模样。我和淑仪的爱情从初中到大学期间坎坷不断，好在终于修得正果。这杯喜酒你们一定要来喝。众多同学都是祝福的多，只是有几个默默在观察我的神色。我站得最远，笑得淡然。在宋简和他们侃侃而谈之时，沈淑仪竟然走到我的身边，她主动与我碰了杯。好久不见。我有些疑惑，俗气的开场白都不像你了。谁知下一秒，她靠近我，压低了声音：周宇白，都2个月了，你还不腻吗？我随即明白了她的想法，坦然道：不好意思，我们准备结婚了。她愣了几秒，拿着酒杯的手有些颤抖。深呼吸一口气之后，沈淑仪红唇勾了出弧度：周宇白，别闹了，
你和他就当做对我不坚定的惩罚，现在还不来哄我吗？他虽然在笑，语气却流露出几分乞求。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宋简阴沉着脸走到我面前，而沈淑仪情绪失控的又大声问了我一遍：周雨白，你真的要和乐瑶结婚吗？你说话啊！你以前那些都是骗我的吗？我不信，我不信我们会这样。你明明在神明前发了誓。他呆呆地望着我，明亮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大家纷纷看着我们。早就结束了，我的话被宋简突如其来的一拳打断。不等我喘息分毫，又是一脚正踢向我的根部。我迅速避开，落在我的大腿上。周雨白，你拽个屁！你算个什么东西？很了不起吗？装个鸡毛你装！宋简阴狠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瞬间气炸，冲起来与他扭打在一起。但他似乎早有准备，直接从桌子上拿出一根棒球棍，狠狠往我脑袋上劈过来。我挣扎中，背部受到了重重一击，整个人痛得在地上扭曲，场面混乱成一团，但没有人敢去拉发狂的宋简。沈淑仪在一旁哭着叫他住手，他扯起嘴角，都给我滚开！今天是他自己活该，淑仪以前不答应你，以后也不会。他是我的。他晃动着脖子，再次瞄准我的头部。疯了！宋简疯了！落下的那一瞬间，一个飞快的人影把我护在了下面。乐瑶，我听到了他惨痛的叫声。这一刻，我再也顾不了身上的疼痛，发疯地爬起来将宋简抓住。那一刻，我没了所有理智，咬着牙，拳拳到肉，直到被几个人拉开，我才回过神来，抱着乐瑶去医院。但好在乐瑶只是轻伤。铁棍挥下的那一刻，沈淑仪抱住了宋简的手臂，减轻了下落的力度。尽管如此，我还是请了最好的律师。宋简龇牙咧嘴地坐在审讯室里，朝我笑着。我以为我会死的，那样在沈淑仪心里，我永远都是第一位。你偏要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把我救活，然后还要抢走我的女人，呸！你滚吧你！她是我的女人，只能是我的。随后他眼里的光又暗淡了下来。沈淑仪爱我，他怎么可能不爱我？否则他也不会卖光所有东西帮我筹齐那169万。可他说给了我169万就不要再见面了。这么多年的感情，怎么可以用钱买断？他都快答应我的求婚了，一定是你还在搞鬼救活我，利用我感动他，再得到他。是不是在他自言自语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沈淑仪坐在外面的椅子上，面色沉重，都是我应得的，你走吧。我扫了他一眼，他或许有苦衷，可是我不想再听了。周雨白，在跨出门槛的时候，他又叫住了我。对不起，其实我也喜欢过你。声音很轻，不真切，就像曾经他对我的态度那样飘忽不定。乐瑶在我旁边闭着眼，脸上还有些许泪痕。我给他盖好被子，看了一眼飞机抵达的时间。昨天收到消息，岳母在国外的治疗效果不好，甚至有严重不良反应。医生说她似乎已经放弃了。此刻我和乐瑶还在飞机上，气氛有些沉闷。我摸了摸无名指上的钻戒，安慰她：乐瑶，振作起来，我们就快到了。她好看的脸被长卷发半掩着，只能看到精致的下颚和线条优美的半边侧脸。雨白，我好怕妈妈变成星星。话音刚落，她无声的眼泪再次落了下来。不会的，这世界上难道没有什么可以治好绝症吗？要是可以，我愿意用命。我连忙捂住她的嘴，老婆，别乱说。下了飞机，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往医院。病房门口，乐瑶将我的手越抓越紧，直到岳母一脸精神地站在里面，笑着和我们打招呼。她惊讶地捂着嘴，随即快步抱住了岳母。这是梦还是真的？她像个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旁边的医生面面相觑，都觉得不可思议。只是系统冰冷声音提示，攻略任务已完成，根据宿主选择，放弃一次临终重生机会的奖励机会，将奖励已更换为指定某人恢复健康。已检测到奖励发放完毕，攻略系统即将解绑，祝宿主生活愉快。3、2、1，阳光透过窗子射进来，乐瑶抱着岳母的身上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两个人抱在一起，舍不得放手。乐瑶笑中带泪，嘴角洋溢着幸福的笑。我默默伸出手给她比了个心，她却突然开口：老公，你也过来。